他每次在偷情之前，都会先把安眠药用刀子一分为二，然后将其泡到奶瓶里溶解，接着再拿出已经过期的奶粉，连同里面的小蚂蚁一起装入奶瓶，喂给才5个月大的宝贝女儿。等到药效发作之后，她就可以不受束缚的和情人约会。而对此毫不知情的丈夫回到家，看见奶瓶里还在爬动的蚂蚁，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于是立马冲进卧室，本打算问下妻子到底怎么回事，可床上却只有昏睡的女儿。老崔摸了摸孩子的额头，发现不仅发了高烧，呼吸还十分微弱。来不及犹豫的他立马抱起女儿，迅速赶来医院。幸亏安眠药的剂量不算多，过期奶粉也没有喝多少，这才保住了孩子的小命。看着因扎针痛哭的女儿，老崔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。而此时女人在经历了一番云雨后，竟然在深夜和对方喝起了酒，完全没想到有事出门的丈夫会回家，发现她干的这些丧心病狂的事儿，而也正是她这轻视老实人的举动，在不久后将会把她打入万丈深渊，甚至连求饶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其实早在很久前，老崔就感觉妻子可能出轨了，而这还要从他的悲惨遭遇开始说起。他原本是一家银行的职员，结果却因金融危机的来临，丢掉了收入不错的工作，而他妻子则是一家外语学院院长，所以导致待业在家的他只能被迫充当家庭主妇，不仅要洗衣做饭带孩子，还要每天忍受妻子的冷眼，只要有一点做得令妻子不满意，肯定会马上挨一顿臭骂。但为了不让这个家散掉，老崔只能选择逆来顺受，感觉自己快坚持不下去时，就会躲进逼仄的书店看言情小说，从剧情里幻想着未来会变好。然而就在这天，他本打算接妻子下班，殊不知妻子正在办公室和助理学英文。当他接到前台的电话，连忙整理衣服，随后故作镇定地打开门，说正在和客户洽谈业务。但老崔看着没穿鞋的妻子，还有空气中弥漫的暧昧，以及两人都在闪躲的眼神，他已经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而在回家途中，妻子突然在半路让他停车，说自己要去应酬，让老崔晚上不用等他睡觉。结果下一秒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助理家，继续探讨没学完的英文。与此同时，老崔发现妻子的车钥匙上多了一把钥匙，起初他并没有在意，但就在收拾车上的账单时，又发现妻子总是将车停在同一个位置，并且妻子刚才下车的地方就在那附近。老崔心里顿时不安了起来，但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，而是等到第二天偷偷坐公交来到这里，然后拿出那把钥匙，怀着忐忑的心情插进锁口。没想到门真的开了，他先是从门缝看了看里面的情况，确认安全后才走进屋内。结果刚进去就傻眼了，床上大战过的痕迹，桌上摆着妻子的艳照，甚至还有男人抱着女儿的照片，这里的一切无一不在扎他的心。老崔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而妻子则自顾自地吃着饭，还抱怨今天的汤不好喝。老崔见状也不想搭理他，起身来到女儿房间，当摸到她的小手时，瞬间就红了眼眶，甚至怀疑起这到底是不是自己亲生。第二天，老崔又躲进了书店，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，他不再看那些言情小说，而是找了很多本关于刑侦的书籍，就连书店老板都看出了他的反常。可妻子却还把他当成窝囊废，骗他说自己要去外地出差几天，实则是打算和助理去旅游。老崔心里自然也是明白的，但现在还不是拆穿的时候，只好任由妻子而去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妻子当天下午就回来了，还主动进厨房做饭，帮着老崔看管女儿，态度发生了360度大转变，彻底把老崔给整懵了。而妻子之所以像变了个人，全是因为他和助理闹了矛盾。原来就在今天上午，妻子在助理家发现了很多婴儿用品，于是便质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些。助理表示不想再偷偷摸摸，想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过日子。女人听后很是气愤，虽然她很享受和小年轻在一起的生活，但也只是仅此而已。所以在说了一句不可能后，便打开门扬长而去。而在他回到家洗漱时，又看到镜子旁边放着一张亲生照片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在助理家拍的，而照片又从来没带回来过。很明显，自己干的那些事儿已经被发现了。女人觉得丈夫把照片放在这里，就是想敲一下她的警钟，所以想明白了的她开始献殷勤，主动向丈夫承认错误，并表示以后绝不会再和对方联系。而面对妻子的回心转意，老崔只说了一句话：此时的老崔已经选择了让步，可没想到就在他和妻子商量着要贷款做生意时，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这短暂的和睦。老崔走过去接听后，妻子表现得非常紧张，生怕丈夫听到些什么。不过来电话的不是助理，而是老崔的高中同学。原来他们的老师在今天早上去世了。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，老崔饭都顾不上吃，问妻子要了车钥匙，立马出门前往医院。而就在他走后没多久，助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女人犹豫片刻还是接听了，可没想到助理上来就是一顿灵魂拷问，全是女人为什么要甩掉他的话，并且他已经来到了楼下，想和女人当面说清楚这件事。没办法，为了彻底将对方摆脱掉，他只好同意半个小时后在酒吧相见，因为他还要先把女儿哄睡着。可女孩似乎并不想让他去，尽管女人用尽浑身解数，但小女孩却一点睡觉的意思都没有。眼看约定的时间要到了，心急的女人只好从抽屉里找出安眠药，混进奶瓶里喂给了女儿，随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酒吧。原本想的是和对方彻底撇清关系，可面对助理的各种真情流露，他的心中顿时就产生了不舍。然而这时的他怎么都没想到，由于老师的遗体已经被送回老家，导致老崔提前回了家，并发现了他干的这些事。而等老崔抱着女儿从医院回来时，刚好又看到喝得烂醉如泥的两人在门口亲热。识趣的老崔并没有立马上前，而是偷偷藏在墙角，看到助理想要离开时，又抱着孩子躲到了楼上，直到听见助理开电梯的声音后，才敢从楼上下来。然而等他打开家门，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场景。原来刚才助理走到一半又折返了回来，心碎的老崔只好默默离开，而他也在这一刻做了个疯狂的决定，那就是报复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。
第二天，他以去参加老师葬礼为由，让老同学送他到了火车站。而在火车发动前，他又突然下车，紧接着第一时间来到助理家，用提前配好的钥匙打开房门，然后戴上手套，先从床上收集了一些毛发，又从抽屉里找了一把匕首。等晚上妻子回到家卸妆的时候，又在镜子上看到了一张自己的私密照，而这张是昨晚拍的。他以为是助理故意这样干的，想以此让老崔跟他离婚，于是就想着问下助理。谁知刚拨通电话，屋里的灯突然熄灭。就在女人陷入疑惑时，老崔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，掐着脖子就将她按到床上，接着拿起手机拨通了助理的电话。老崔从腰间掏出刀子，看着妻子绝望的眼神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扎进了她的心脏。接着又是一刀、2刀、3刀、数十刀。即便妻子已经没了呼吸，老崔还是不肯停下，直到彻底发泄完内心的愤怒。老崔将助理的毛发丢在尸体周围，又拿了一件沾了血的衣服，临走时还故意把钥匙留在门把手上，并擦掉了自己的指纹，然后躲在小区楼下。看到慌张的助理赶来之后，他才放心的来到助理家，把妻子的血迹涂抹在洗手池，给警方留下足够的证据，最后才搭上列车去往了老师的葬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崔给朋友打去电话，说自己联系不到妻子，想让他帮忙去家里拿纸尿裤和奶粉，送到女儿待的托儿所。而当朋友想去卧室拿奶粉时，就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。现场很快就被警方封锁，而老崔也假装闻讯赶来，在门口又哭又闹，说什么也要去屋里看妻子。凭着这段炸裂的演技，再加上故意留下的那些痕迹，老崔成功为自己洗脱了嫌疑，还让警方很快就抓到了助理。虽然他一直不肯承认罪行，但所有证据都纷纷指向他，就算他长了10张嘴，也没了为自己辩解的权利。故事最后，老崔抱着女儿回到住所，还是那个家，只是少了她，一切显得空荡荡的。但老崔好像并不后悔，不过也并不开心，毕竟他是真爱他的妻子，不然也不会给他那么多机会，更不会在卫生间看着结婚钻戒还有妻子的照片失声痛哭。可惜女人自己不懂得珍惜，一错再错，还差点害死自己的女儿，触碰到老崔最后的底线，导致自己落了个这种下场，甚至毁了好几个人的一生。所以人还是不要触犯道德上的错误，因为那样只会被拉入无尽深渊。放不下是个借口。